福建有一个村庄，一夜之间成为了寡妇村。它在福建省最南面的东山县。为什么会成为寡妇村呢？村庄名字本来是叫铜钵村，可就在一夜之间，村里面所有的男人全部都消失了。从此以后，这个村就成为了寡妇村。1949年10月1号以后，其实福建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铜钵村。1950年5月10号，铜钵村来了一大波的兵，他们把整个村庄全部都围起来，以查户口为理由，挨家挨户把村里面17到50岁的男人都给叫了出来，全部到村里的黄姓祠堂集合。然后全村呢一共来了147个男人，被荷枪实弹押上了一艘军舰。这个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叫抓壮丁，就是国民党在逃亡台湾之前还在疯狂的补给兵员。这种强盗行为给铜钵村的居民带来了无尽的伤痛，甚至有些人刚刚结婚，还没来得及入洞房就被抓走了。但是这个时候，铜钵村留下的女人们做了一件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起初她们本来以为自己的丈夫被抓去服完兵役以后就会被放回来，结果等了1年、2年甚至10年都没有任何的消息。慢慢的，铜钵村就成为了寡妇村。这些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们从此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白天去下地种田捕鱼，晚上开始以泪洗面，盼望着自己的丈夫能够早日回来，即使不回来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活着，不要有任何的生命危险。令人感动的是，全村91位寡妇当中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改嫁，依然坚持选择守候等候，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妇女。自从悲剧发生的那天起，村里的妇女们都在吃饭的时候在桌子上摆一个空碗跟一双筷子，表达对自己丈夫的思念跟期盼。直到1970年，一封意外的来信让整个村庄都开始兴奋起来。这是从台湾寄到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转寄到村里的一封家书。听到消息以后，全村的女人们都放声痛哭，她们整整等了20年的时间，终于等来了一声回应。俗话说得好，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时隔20年，首次跟自己的丈夫取得了联系，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从那以后，村里面就有个读书人，他整天开始为这些目不识丁的妇女写情书，希望他们的思念能够通过书信传递到台湾，给自己多年未见的丈夫。1987年的12月10号，铜钵村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天有8位当年被抓走的壮丁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时隔了整整37年的相聚，带着幸福，也带着悲伤。很多当时被抓走的这些青年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来，他们就在台湾又重新娶妻生子，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并且在那边落地生根。但是铜钵村的女人也并没有怪罪他们的丈夫，他们都说这是战争的错，不是谁能够左右的。他们坦然地选择了原谅跟接受现实。37年的时间对于历史来说是一弹指间，但是对于人生，37年实在是太久太久，久到足以改变这里的一切。而寡妇村的女人们用半辈子的时间写出了中国妇女和寡妇村的绝美诗篇。